我穿成了御花园里专门种树的粗使宫女。哎，天天徒手挖坑，这破班是一天都不想上了。要是能开台挖掘机来该多好啊！挖掘机技术哪家强？中国山东找蓝翔。咦，这不是电视上天天循环播放的魔性广告词吗？老乡，你也是穿来的？还变不小啊！我这次来抱紧大腿。等等，定睛一看，这张脸，这张该死的凌晨2点还在微信上发语音催我改图纸的脸，李小强，我现代的甲方项目经理。2年前他在工地视察时被脱落的钢筋砸中，脑死亡，一直在 ICU 里躺着。他出事之后，项目移交给了别人，但烂摊子全留给了我。新来的项目经理比他还狠，我连续通宵赶工收尾，最后猝死在工位上，键盘都印在脸上了。说到底还是被李小强害的。我告诉你，穿越了我也不会改那版图纸的。你以为我想见你？你那版图纸沉降系数算错了0.3个百分点，我还没扣你尾款。不是，都穿越了你还惦记尾款？资本家的 DNA 是刻进骨子里的吗？殿下，这宫女好生无礼，要不要？殿下，你是大梁太子李承衍。甲方穿越就是太子，我这个画图狗穿过来就只配刨坑种树，老天爷你是不是也被甲方充值了？虽然李小强是我的职场噩梦，但人在古代身不由己。我总不能继续当绿化带大妈刨一辈子土吧？我现在被三皇子压着打，东宫缺钱缺人缺项目，你跟我干，包吃包住包免死。薪资待遇呢？年俸300两白银，折合人民币大概7万2，管3餐，宿舍1间。7万2，在京城一环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你现在的工资是0。好的，谈判失败，这该死的万恶资本家。这哪是劳务合同，这简直是万恶的卖身契啊！合同条款包括不得擅自离岗，不得泄露机密，还有不得在工作时间吃零食。我那不是偷吃，我那是帮你试毒。从此，唐小月同志从绿化带大妈光荣晋升为东宫专属规划师。连张像样的椅子都没有，说白了还是画图狗，只不过甲方从开发商变成了太子殿下。唐公，发什么呆呢？没发呆，在构思。这3米的距离，抬头就能喊我，跟现代开复式办公室的工位密度简直一模一样，皱扒皮。看看，这是工部报上来的修缮方案。差点背过气去！古代工匠的说是图纸，不如说是小学生简笔画。一条线代表一面墙，一个圆圈代表一根柱子，比例体完全没有，标注全凭心情。这里画了个三角形是什么意思？屋顶。这个波浪线呢？护城河。我在现代被 CED 折磨了5年，没想到穿越之后怀念起了 CED。当晚，我用毛笔画出了人生中第1张古代建筑结构图。天哪，它居然像了！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甲方的满意？唐小媛，你在现代的时候，我确实应该多给你加点钱。我感动的差点哭出来。这是我从业5年来第一次听甲方说出这种话，虽然已经是在另一个朝代了。穿越当太子听着威风，实际上我这处境就是个随时被裁的中层管理，上面有老皇帝盯着，旁边有三皇子使绊子，底下的东宫属官还天天摸鱼，最致命的是穷。东宫的账本我看了，年度经费折合人民币大概120万，这点钱在现代连半套房的首付不够，他还要养一整个太子府。所以你打算怎么搞钱？搞基建。搞基建？然后我想起来了，这人在现代就是个基建狂魔。他当年带的那个高速公路项目验收评分全省第1，逼得施工方连夜返工3次。第1步烧制水泥，第2步研发砖石混合结构，第3步承包皇家工程，第4步用利润充实东宫。你会烧水泥？你以为我当了8年甲方是白当的？工地上的东西我哪样没见过？好家伙！于是我们俩开始在东宫后院偷偷搞研发，配比全凭李小强的技艺，我负责画图。这什么东西？怎么一股臭鸡蛋味？我捏了一下，碎了。调整配比，再来。
李小强连续失败了11次，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在现代也是这么折磨施工方的。千万别碎，千万别碎！古代第一代水泥正式出场。我激动的差点要亲他一口。脏死了！你亲砖头还不如亲我，亲手干活。强哥，你看，水泥这东西在古代简直是降维打击，大梁那些木头夯土，一发大水就完。咱们的水泥砖墙防水耐火，承重能力吊打一切传统建材。傻丫头，话企图高空成败，眼睛里是有星星的。强哥，咱这动静是不是太大了，跟炼丹似的？怕什么？搞基建哪有不冒烟的？父皇，儿臣听闻太子在东宫搞巫蛊之术，浓烟滚滚。这次看你这太子还怎么翻身！程言，可有此事？完了完了，这要是被扣上巫蛊的帽子，太子都不用被裁了，直接注销账号。父皇明鉴，儿臣并非搞什么巫蛊，而是经过日夜钻研，炼制出了一种坚如磐石的强国神土。强国神土，此物遇水则硬，坚不可摧。若用于修筑城防，大梁边疆固若金汤，纵有100万雄兵也难以攻破。父皇不可轻信，万一这是障眼法？终于轮到我这个乙方的杀手锏出场了，一份手绘3D 全景 PPT， 当然是纸质翻页版的，足足36页，每一页都画着大梁城的改造效果图。第一章，加固后的京城城墙高度翻倍，还带了马道和箭楼。第二章，贯穿南北的水泥官道，下雨不泥泞，马车跑得飞快。第三章，京城一环内的标准化住宅区，整齐划一，还有公共厕所和排水系统。这种感觉像极了个在现代给客户汇报方案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强国神土，那个方案真准了，从国库专项拨款。我在心里默默鼓掌，画饼还得是我们甲乙双方联手。既然资金活了，公布那帮老油条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。强哥，你这 KPI 也太狠了吧？那可是古代公布啊！古代怎么了？干活全凭心情，工期想拖就拖的皇家施工队，在我这儿行不通。既然成了我的施工队，就得按我的规矩来。即日起，所有工程实行考核制，按期完工者赏银100两，延期者罚俸3月，连续垫底者革职。这简直是夺命催魂贴，要老命了！殿下，这与理不合啊！与哪条理不合？我看看大梁律。大梁律里还真没有公布不能搞 KPI 这条。那帮御史天天上折子骂太子好大喜功，劳民伤财，堪称古代版键盘侠。好一个屋顶漏雨3年都没修，你们御史台现在嫌太子修得太好了。拿得出业绩，御史台那帮老古董自然闭嘴。古代职场嘛，说到底跟现代一样。唉，这日子就在搬砖和画图中飞速流转啊！这重重墙厚度不能再改了，我都改了8版了。行吧，这版暂且通过。每天流程：5点巡视工地，上午改图，下午跟工部扯皮，晚上继续画图。这比996还狠，简直是007。区别在于，现代007是资本家压榨，古代007是为了保命。太子若在夺嫡中落败，我们俩都得凉。强哥，你说咱俩上辈子是不是欠了什么债？这辈子还完了又穿过来接着还。你要是当初把图纸画对了，我就不用加班催你，就不会猝死，就不会穿越。所以追根溯源都是你的错。说什么？是你3天2头改需求。第1版说要落地窗，第2版说不要了，第3版又要了，但是换个位置。哼，第4版说预算不够，还是别要了。你以为我不想准时交图啊？落地窗那件事儿是甲方爸爸临时改的需求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不也是打工的？你不是甲方吗？甲方项目经理也是打工人，甲方爸爸是投资方刘总。你以为我愿意半夜催你？我不催你，刘总催我，我也想睡觉。以后我尽量不半夜催你了。
不过有件事我一直觉得奇怪，他一个连星座都不信的理工男，怎么突然对奇门遁甲感兴趣了？强哥，你隔三差五去青天间干嘛？聊聊天象？多条路多条活路嘛，你懂不懂？神神秘秘，肯定没憋好屁。这是方案草图，摘星阁项目是东宫街的第一个皇家大单。强哥放心，施工图交给我，强国神土的标杆工程，咱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这画图狗认真的样子倒是不赖。水泥浇筑砖石砌墙同步进行，每一步都死磕到底。东宫的翻盘之战只许成功。强哥，你这晒得跟民工似的，哪有半点太子的样子？你这满头水泥渣子，太监都说咱俩是泥瓦镜投胎的。干活了，结构进度要紧。这冷却甲方怎么突然动手动脚的？强哥，这批木料有问题。白蚁，我懂那个眼神，在现代偷工减料的施工法见的太多了。查这批木料谁供的？查到了，供应商是三皇子的人，故意掺朽木，就等他了扣劳民伤财的帽子，典型的古代豆腐渣工程。想搞我，他还嫩了点儿。李小强的应对方案堪称教科书级别。第一步，把有问题的木料全部替换，同时保留样本作为证据。第二步，在关键结构部位做了双重加固，水泥、钢筋加木构榫铆，就算木头全断了，楼也不会塌。第三步，安排好人手，准备在竣工视察当天现场抓鬼。果然，当过8年甲方的人，对付偷工减料这种事，就像呼吸一样自然。李小强，你去青天剑做什么？没事，问了点东西。搞什么鬼？算了，赶图要紧。好一座摘星阁，吾皇万岁！尽情笑吧，待会儿看你们这群蠢子怎么死。强哥，咱们这大梁第一高楼算是完美收工了。小弟，不是来自被加固的主结构，而是旁边观景平台的一根辅梁。那根梁不在最原始材料清单里，是上个月扩建观景平台时，施工队从旧料厂临时调来的。谁也没想到，旧料厂的存货里也藏着白蚁的种子。哇，辅梁断了！李小我没看见古色古香的梁柱和纱帐，我回来了。现代的医院，安全帽呢？图纸给我。你说什么？唐公醒了！唐公醒了！主治医师赶来做检查，告诉我在工位上突然晕厥，昏迷了3天。3天，在古代待了快2年，现在才过了3天。唐公，你吓死我们了！那天加完班，你直接栽倒在工位上，脸砸在键盘上，硬生生按出了一行乱码。乱码还在吗？在的，我截图了，公司群都传遍了。行，这下生死也穿越了。脑子里全是李小翔，不对，全是摘星阁。横梁断裂的那一刻，他被我推开了，他没事吧？帮我查一下李小翔的情况，他还在 ICU 吗？唐公，你不记得了？李小强上个月家属签了放弃治疗的同意书，已经走了。他走了，也就是说，李小强在现代的身体已经彻底没了。他在古代那么拼命的搞基建、搞夺嫡，根本不是因为他享受当太子，是因为他根本没有现代的身体可以回啊！他出事那会儿，我还在替他收拾项目烂摊子，骂他骂得咬牙切齿，却不知道他的意识早就跑到了另一个朝代。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想起每次我提到想回去的时候，他总是岔开话题，要么给我介绍对象，要么跟我拌嘴。我又想起那天横梁砸下来的前一秒，李小强看我的那个眼神，我当时没读懂，现在懂了。一个大傻子，他知道自己回不去，他让青天剑准备的奇门遁甲阵法，从一开始就不是给自己的。多条路多条活路嘛。竣工视察前夜，他脸色铁青，他那些隔三差五跑青天剑的日子，从头到尾都在给我准备后路，那是给我的逃生通道。他用唯一一张回城卷轴把我踢了回来，连最后都要替我安排工期。这个甲方真的很讨厌啊！你个大傻子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领导问我要不要做个心理疏导，我说不用，我只是需要静一静。静个屁啊！我满脑子都在想怎么回去，那个大傻子还在等我。
我去找了李小强以前的项目搭档，去查了他出事那天的新闻报道。去了他当年被送去的那家医院，在 ICU 门口站了很久。护士说他上个月走了，走的时候很安静。他昏迷这2年有没有什么异常？倒是有一件怪事，他脑死亡以后，脑电波一直是平的，但偶尔会有极其微弱的波动，医学上解释不了。我知道那是什么，那是他在古代批公文批到太晚，打了个盹儿。这人怎么跟古装剧里走出来的一样？施主，你这面相很特别。你说什么？明明是早夭之相，怎么还活着？老道在另一处也见过同样的面相，奇在怪在。你认识我？你在古代见过我？施主，你冷静。你会通灵阵法对不对？你帮过我一个朋友是不是？你知道怎么回去？回去？回哪里？强哥，你个大傻子，你等我。老道确实懂一些奇门遁甲的法子，但你要知道，回去了就不一定能再回来了。我现在的身体还活着，他都不行了，我不回去他就真的是一个人了。你回去干什么？我图纸还没画完呢，他还欠我尾款，翟新阁的竣工报告我还没签字。行吧，老道尽力一试。这阵法看着神神叨叨的，到底靠不靠谱啊？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朕起。李小强，你给我等着！就算跨越时空，我也要发出那笔尾款。唐公，你是不是烧糊涂了？没有，我很清醒。帮我跟领导说一声，我可能要长期出差。古代。出差去哪儿？我帮你请年假。谢谢你，好同事。去吧！李小强，我来找你要尾款了！呸！灰的，嘴里也是灰的，沙的。这不是水泥吗？我居然掉进了一个巨大的水泥搅拌池里！刺客！边疆刺客！护驾！快护驾！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穿越方式啊？一身素白龙袍，等等，素白丧服的白是李小强，不对，是新皇帝陛下。他手里还拿着一把搅拌铲，显然刚才在亲自监工搅水泥。旁边立着一块石碑，依稀能看见上面刻了几个字：小圆纪念。这人居然在给我修纪念碑，还用水泥修的，审美倒是一以观之。李小强，你这水泥配比不对，水绘比明显超标了。你看这流动性，你是不是又没按我给你的数据来？你疯了！我浑身都是水泥，你衣服会……闭嘴！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把我踢走了吗？我自己又回来的。我叫你回去你就回去，叫你别回来你怎么不听？我推开他一点距离，看见他的眼眶是红的，这是我认识李小强以来第一次看见他这个表情。在现代，他是冷面甲方；在古代，他是铁血太子。这2个身份都不允许他红眼眶，但今天他红了，红得理直气壮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尾款还没结呢就想把我优化了，没门儿！笑容上沾着灰色的水泥点子，不好看，但我觉得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。周围的大臣已经完全懵了。新君登基第1天，天降一个女人砸进水泥池，然后皇帝跳进去抱着她不撒手。大人，这是凶兆还是吉兆？天降祥瑞，大吉大利。他居然回来了。老皇帝呢？三皇子呢？老头前阵子驾崩了，老三嘎了。你怎么处理的？豆腐渣工程的证据呈上去，三皇子被关了大理寺，后来查出来还有谋反勾当，一条龙打包处理了。甲方处理问题就是干脆利落。然后我就登基了，但是你不在。
摘星阁那天，你为了推开我被砸中，我用青天剑的阵法把你送回去。其实我不确定能不能成功，后来你就消失了。大傻子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但我本来打算把那个方法留给我自己用的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跟道士又搞了一个阵。你胆子也太大了。我手底下这么多工程没验收，你当我能安心在现代躺着？你回来到底是为了工程，还是为了我？你猜？不浪漫，一点也不浪漫，但就是我们土木人专属的浪漫。这水泥配比太黏了，干了真难洗。强哥也不先让我洗个澡再开会。唐小元即日起任帝国工程总指挥，品级从3品，领工部实权。第2届帝国工程总指挥嘛，品级还是低了些。朕决定追加一个职位，皇后。高薪，终身贬制，包揽天下工程，附赠皇帝一个。唐公，接不接单5险1金有吗？周末双休有吗？年假有吗？加班给加班费吗？你就不能正常回应一下吗？我想了想，觉得也是，毕竟是求婚嘛。接单，但条件写进合同里，违约赔我尾款的100倍。成交。这可能是史上最不浪漫的求婚，没有花，没有钻戒，没有烛光晚餐，只有2个满身水泥的土木人，在一群目瞪口呆的古代大臣面前签下了一份终身合同。但我觉得刚刚好，登基大典和婚礼一起办，这样节约经费。抠门！我穿着凤冠霞帔站在这里，总觉得不太真实。1年前还在刨坑种树，半年前画竣工图，3个月前在病床哭，现在我是皇后了，兼任帝国工程总指挥。今晚东宫后院试烧新配方的水泥第301窑了，你来不来？来，但算加班，给加班费。强哥，你说咱们这算不算办公室恋爱？算，甲方和乙方的办公室恋爱，建筑行业首例。那我是不是得感谢你当初半夜催我改图纸？不用谢，那版图纸沉降系数确实算错了。唐小元，干嘛？谢谢你回来。废话，我图纸还没画完呢。